想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细感霜，望明月，心里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烟一笔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这个孩子说的话，居然让我无法反驳。魏庄与秦国虽然不是真心合作，但他还不至于要杀死天明。能够通过重重考验得到飞弓，绝非仅凭运气可以做到的。这个孩子有他不同寻常的地方，我在旁观察保护，一旦有危险，也可第一时间出手。这些人真是婆婆妈妈。那么，你想好如何应对魏庄这招了吗？没有。天明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？到我这边来。哦。锯子老大，有什么事啊？天明，既然你已经做出了男子汉的承诺，我不能再阻止你了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危险。魏庄师出鬼谷派，与你的大叔一样，都是这个江湖中最有天赋、最具实力的剑客。这些年来，不断有修炼剑道的人向他们发起挑战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。面对渊洪或是沙池，始终是作为一个对手来讲，最不想轻易尝试的冒险。我说这些，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感到害怕，只是为了让你清楚自己面对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要清清楚楚地记在脑中。魏庄修炼的是纵横中的连横之剑，这一剑叫做横贯四方。虽然只有一招，但是在发出的一瞬间，会产生4种变化，每一种变化都快如闪电，稍纵即逝。哎呀，这……我曾经面对过这一剑，你看。不要害怕，我是要让你明白，这一招并非不可化解。你附耳过来。真会拖延时间。我所说的，你记住了多少？大概记住了7、8成吧。哎呀，这小子太笨，性命攸关，怎么可以大概记住？仓促之间，能够记住这些也不容易了。那我去了。务必慎重小心。这简直是……哎，
巨子虽然是迫不得已允许天明面对魏庄，但如果不是有一定把握，他不会让天明涉险的。墨家真是太可笑了。虽然明白巨子必有深意，但是实在不敢想象结果啊。来吧！冷静，一定要冷静！我只要接住一招，就一招。一招有4种变化，4种变化。我得好好再想想巨子老大说的。哎呦，说的那么复杂，我一下子怎么记得住啊？谁发明的招数？一件就是一件，干嘛搞那么多变化？喂，既然是高手对决，江湖上的规矩你应该知道吧？你说话要算数。如果我接了你一招，你立刻退出墨家机关城。当然。到时你输了，可别后悔。天明小心！还没说开始就动手，赖死飞弓改变了形状，飞弓第1形态。结束了吗？我接住这一招了。小心，这只是横贯四方的起手式。又来了！变成这样了！能使出御魂环，天明似乎已经掌握了使用飞弓的诀窍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越来越滑稽了。还有些什么可笑变化？来了，第3式。天明，快躲！这是什么？我的脚动不了了！放开我的脚啊！飞弓最厉害之处是具有连续变化的功能。居然还有这种功能！只要使用御魂环，继而便触动螳螂跳的形态。这是通过历代墨家巨子改良后不断完善的飞弓绝技所在。但是，这样天明会更危险。腾空状态下，露出的破绽最多，根本无法做出回避动作。玩够了吧？天明，你的蛮力可真大，我的骨头都要被你震断了。这是飞弓的逆杀齿。逆杀齿，那是什么？杀齿号称妖剑，虽然不在剑谱之列，但却是诸多名剑的克星。自从上次和魏庄交手之后，巨子花费了很多心思改造飞弓，在他的诸多变化中增加了一项逆杀齿。如果没有了牙齿，杀齿的威力就降低了。
即使是天明这样的小孩儿，也有可能躲过他致命的招数。喂，我已经接住你的一招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认输？你耍赖啊！看来你这些年来花了不少心思，居然专门为我设计了一件兵器。如果刚才是我用的话，你就算不死，也已经重伤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应该感谢你。天明已经接住了你一招，你放了他。我可以放了这个小鬼，不过接下来该轮到你了。我不出手，你不会死心。我最讨厌拖泥带水，不过为你，我可以破例再杀你一次。当年我说过，你若一剑杀不了我，便不会有第二次机会。这一点很快就知道了。天明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你不用那把精心为我准备的玩具，墨梅已经足够。好安静，周围忽然变得超乎寻常的安静。在出剑之前，杀气被完全的隐藏起来。与葛聂交手时，魏庄大人已经受了伤。此刻，面对巨子这个墨家第一高手，这一战的胜负，巨子老大既然是墨家的头头，一定能够打败魏庄这个大坏蛋。上苍保佑墨家能够度过这一次磨难。结束了吗？十胜了。你败了。你真的很愚蠢，还敢口出狂言！站住，不准过来！你根本不懂，剑之间的战斗没有胜败，
只有生死。继续打下去，你会死。你害怕了吗？不。你与葛聂交手时，被渊红重创，刚才又被墨梅伤及要害，那又怎样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已经没有可能活着离开机关城，你的手下也全部受了重伤。如果你执意要打下去，你们整个流沙组织就会在今天覆灭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魏庄，你走吧。什么？这次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混蛋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放了这个大坏蛋？给大叔报仇！难道你不想血债血偿了吗？魏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你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？不要冲动，听巨子的号令。虽然不明白，但是巨子这样做必定有他的原因。我不懂为什么要放他走，他做了那么多坏事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其实，我们一直都是对手。你是？长得还挺有老大的样子嘛。好久不见了，真的是你。巨子老大与魏庄这个坏蛋动过手，两个人该早就认识。但是为什么看到巨子的脸，魏庄又那么吃惊？难道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巨子老大的真实面貌？是不是这样就解释了你所有的疑问？你迟迟没有对机关城下手，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推测吗？当年你故意要承受违建，就是为了让天下人都认为你已经死了。我如果活着的话，会让很多人寝食难安，尤其是你那位父王。或许是吧。为了自己一时苟安，居然把身为国家栋梁、自己的儿子任由敌人宰割，这样的王真是燕国的耻辱。其实你的际遇也好不到哪里吧？你今天让我走，是想我感激你吗？我只是不想让嬴政得逞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？希望你不要后悔自己的决定。走。燕丹，下次见面，我们还是对手。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！燕丹是谁？怎么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啊？哎，有谁会想到，当年那个筹谋了荆轲刺秦惊天计划的燕国太子丹，与现今叱咤风云的墨家巨子，居然是同一个人！哦，想起来了，燕丹，
大叔曾经说过的那个燕国太子，哦，不就是月儿的？那你是月儿的父亲？是的。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死？这里出了什么事？如雨墨一向泾渭分明，怎么这次你们也会参与墨家的计划？请再换左手。墨家有重要的事情商议，烦劳诸位回避一下。看来墨家要有重大变故了。不是英雄，你不在我的身边。走天涯，一把剑握在手间。漫漫路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